我采访到了凯德·卡尼安，再次见到 SGA， 拿到布克亲签，深入最危险的学校，拍摄最精彩的美高邀请赛，零距离感受5星高中生的捉对厮杀。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2026年的 NBA 全明星周末，我又回来了。Welcome to All Star 2026。很多人问，这个什么时候下一期 vlog？ 什么时候下一期 vlog？ 我这不出行怎么有 vlog 呢？老观众应该知道，去年去加州旧金山参加全明星周末，到最后是一个明星也没，一个球员也没访到。今年看看这个给我画的大饼能不能实现。1年前我来过旧金山的全明星周末，欢迎你来这个视频补课。但是这一次我终于能上桌了。晚上我们来到 Nike 的洛杉矶总部，这里有2个以 Kobe 8和 Kobe 24来命名的办公室。参加晚餐的每一个人都拿到了这一件印有3个 logo 的专属毁灭者夹克。毁灭者夹克是我的童年，这实在是太惊喜了。回到酒店，和上次在波特兰一样，我也收到了一点点小礼物。终于结束了一天，第一天就这样。Warning Label 26，这个是 GT Future 艺术品，没得说的，经典的配色，非常复古，增高帆布。这是啥？乔四，这5双鞋，仓促开箱，就到这里了。这次全明星的口号是 From 3， 这里的 3 指的是 Nike、Jordan Brand、Converse 3个品牌，3个品牌一起来办这次的全明星周末。此时的我还完全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说到洛杉矶，就不得不提起洛杉矶土生土长的明星球员 Juju Watkins。高中时期的 Juju 是2023届全美第1高中生，而到了 NCAA 的赛场，他也是绝对的明星。大一赛季 ，Juju 场均就能得到27.1分，更是在对阵斯坦福的比赛中得到51分。我们的第一站就是 Juju 的家乡 Watts。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艺术作品 Watts Tower 瓦特塔就在这附近。这次我们抢先看到 Juju Watkins 的 Next Gen PE 配色，而 Juju 本人也回到了自己长大的地方。他做的真的挺漂亮，谁选还是没改。这一位正在讲解的导游是 Tanz， 我从2020年就开始看他的视频。Juju 的高中母校 Sierra Canyon 塞拉峡谷高中全队也来到了这里，这其中有我们频道的老朋友 Jersey Robinson。这位全美前3的高中生已经承诺加入了名校南卡罗来纳大学，下个赛季他会开始他的 NCAA 之旅。与此同时 ，Juju 在 USC 南加州的大学队友也都来到了这里，这其中包括颜值和实力都非常出众的新秀 Jazzy Davidson。最近他刚刚登上了 Slam 杂志的封面。在这次的旅行中，我们也有机会来到 USC 南加州大学的 Galen Center， 观看一场 USC 对阵 Indiana 的 NCAA 女篮比赛。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观看和拍摄大学女篮的比赛。遗憾的是，1年前的疯狂3月 ，Juju Watkins 遭遇了 ACL 伤病，到目前他还没有复出。Jazzy 得到全队最高的24分 ，USC 顺利赢下比赛。在比赛的间隙，我们从 Nike 的设计师 Ross Klein 和 Jerry Mann 手中抢先看到了一双还没有发售的新鞋 ST Charge， 还有这双卡尼安 PE。 We did a special warning label collection of the ST Charge. No way. No way. No way. Oh. And this particular athlete is Cade Cunningham. So you can expect to see these sometime during the weekend on Cade's feet. He's extremely excited about it. He's loved the performance. He's tested in it. And we're just excited for him to kind of be the anchor athlete as we look at this ST Charge. 这有点暗黑啊！美国的早餐我是最不适应的，而且更喜欢中国的早餐。这个是实话，盛点肉包子，实在，这个感觉很复杂。第2天上午，我们来到了 Inglewood。玩过 GTA 的朋友应该对这里不会陌生。Jordan Brand 在 Inglewood 社区搭建了一个巨大的 Jordan Brand House， 这个 house 就在 Inglewood 高中对面。NBA 名宿保罗·皮尔斯就在这里毕业。同时，这所高中也是去年夏天我们在 PGM 遇到的2026届5星级高中生 Jason Crow 的母校。此时的他正在征战加州的季后赛。
在 Jordan Brand House 中有这样一双为女演员 Niecy Nash 所做的 AJ6， 全世界仅此一双。还有这个 Fragment 和 Union 的小屋。全明星周末 Jordan Brand 会在这个球场举办一些洛杉矶当地的活动和比赛。Converse 这边他们制作了这样一个 Shea Lounge， 这里陈列了 Shea 001 Luxe 版本 Truffle 松露配色。这双鞋的质感非常棒，就像一块松露巧克力一样。我们也拿到了这样一个 Shea 001造型的巧克力，我把它带回了国，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在 Lounge 的外面停着一辆松露质感的老爷车，在这个 Shea Lounge 我再一次见到了 SGA。 我一点也不意外。 Here we go, the man of the hour. You guys don't have to listen to me anymore. Let's hear it for Shea. 遗憾的是，这次我还是没有获得与 SGA 对话的机会，我还在等待一次与他1对1对话的机会。第二天，我们抽空去看了一场 U18 特训队的比赛。2024年年底，我曾经陪伴过他们一次。在2026年新一批的 U18 特训队中，有我们的老朋友张毅、赵杰，也有 U16 亚青赛表现亮眼的中锋赵博兴。这场比赛 U18 特训队的对手是 Veritas 的 National Team， 也就是 Veritas 的2队。虽然是2队，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不错的球员。2025年来到中国比赛的好几位 Veritas 的球员，如今就在这支球队打球。而这名叫做 Logan Gardner 的后卫，我早有耳闻。你能想到吗？目前他只有8年级，也许2年之后，你们就能在各种高中生榜单上看到他。Stay down。直到第4节的最后5分钟 ，U18 特训队还紧咬着比分，但是比赛最后5分钟 ，Veritas 打出一波17-2，拿下了比赛。感觉还是你，猛哥的。很遗憾，这次我没有全程陪伴 U18 特训队，希望下一次我还能一起记录他们的全程。这个周末，耐克的主战场在 Crenshaw High School。就在我得知我们要前往这所高中之前，我突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刷到了这个视频。Top 3 high schools in LA, you're gonna either graduate or die at. Number 1, Crenshaw High School, and you already know what time it is there. Only numbers they learn in math class is rolling 40s, 50s, and 60s. Every teacher here got a gun and they sell weed. If you don't die in the lunchroom, you for sure gonna die at 3 o'clock. And if you get a chance to graduate, you might get smoked at your graduation. 这个恐怖的 Crenshaw 高中走出了前 NBA 球员、前康涅狄格大学主教练凯文·奥利，还走出了近100名 NFL 球员。西海岸说唱传奇 Ice-T 和我非常喜欢的说唱歌手 Kendrick Lamar 曾经的同事 Schoolboy Q 也从这里毕业。终于，这一次我也能深入这个危险地带。这个周末 Crenshaw 高中被 Nike 改造成了这个样子，我完全感受不到恐怖的气息。在 Crenshaw 高中的校园中，有 Nike 与 Crenshaw 当地的一些品牌做的联名快闪店。这次的购物成果我都会留给你们，好好购物一番。哦，这可以啊，真的假的呀？哦，真的是乔丹的，感觉像元年一样。这个感觉还行啊，挺艺术的。这个我有看了，有人带了这个高达是吧？叠穿风格的2件。店铺的尽头是这个食堂。跟随着谭哥的脚步，我来到了这个 Book2 Fragment 联名的快闪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线下排队买鞋。没有想到球鞋的主人德文·布克和藤原浩本人就在收银台给我们签了名。Thank you so much. Hey Book, do you remember me? I asked you a question during in the Blue River when you came here. Before the design, did you also bring your sketches here? No, I don't have them anymore. Wish I had it still. Yeah, you answered that question like this. 这实在太惊喜了，但是显然有人比我更加开心。可以告诉大家你得到了什么吗？我得到的是泰沃菲尔亲签的一双鞋。把你这鞋毁了，我给你签一个，价值直接骤降，彻底有素材了，彻底美了。哦，谢谢。走进了 Crenshaw 体育馆，穿过今年全明星的主题配色 Warning Labels 的陈列，以及耐克神秘的档案馆 Nike DNA， 终于我来到了这次全明星的重头戏 Nike Future Game。1年前，我在奥克兰的 Future Game 见证 Link Academy 对蒙特沃德的绝杀，看到了2025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AJ 迪班萨将一双从未露面的球鞋 GT Future 穿在自己的脚上，完成了这双鞋的全世界首秀。那场比赛出现在迪班萨对面的 Marcus Spears Jr. 目前已经成为了2027届全美第一高中生。Future Game 的场边有文班亚马，还有凯里欧文等一众 NBA 球员。1年过去了，2026年的 Future Game 是我这个周末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我1秒都不想错过。今年的 Future Game，Nike 邀请了 EYBL Scholastic 西部前4的4所高中。第一场比赛在 Link Academy 与 CIA Bella Vista 之间展开。Link Academy 绝对是最近几年美国高中的豪强。2023年 Link Academy 拿下 Chipotle 全国冠军，登上了全美第1的宝座。随后，本赛季 NBA 奇才队的新秀 Trey Johnson 特雷约翰逊转学来到这里。2025年，他们作为8号种子赢得 EYBL Scholastic 联赛的第1个冠军。在我之前的 Vlog 以及库珀弗拉格的球员故事中，我都有介绍过他们的比赛。而从2024年开始，我每次来到美国，总是会赶上 Link Academy 的比赛。而 Trent Perry 则是我每一次都会见到的球员。这位身体素质非常炸裂的高中生已经承诺加入篮球名校堪萨斯大学。这个赛季，前 NBA 球员阿里扎的儿子，前5星级高中生 Tajir Reza 也从另一所名校 St. John Bosco 转学来到这里。这个赛季 ，Link 主要轮换的所有球员都位列全美前100。而 Bella Vista 这边有2026届我最喜欢的小后卫，来自加拿大的 Miles Sadler。在去年夏天的 Peach Jam 之中，他是布兰登麦考伊的队友。虽然只有1.8米左右的身高 ，Miles Sadler 多变的节奏让他在人群之中为所欲为。这个赛季他是 EYBL Scholastic 场均助攻榜第1，场均得分也仅仅跟在张伯元之后位列第4，是 Bella Vista 绝对的发动机。比赛开场 ，Link Academy 的后卫 Davion Thompson 连得7分。这位高3的5星级高中生在突破之后的稳定和终结能力极强。随后，小阿里扎 Tajir Reza 也在家乡球迷面前开始了他的表演。中投、空中接力扣篮、3分 ，Tajir Reza 连得7分，而 Link Academy 也从开场就取得领先。缺少主力小前锋 Vaughn 的 Bella Vista 在阵地战中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只能依靠 Miles Sadler 的挡拆与个人能力来撕裂防线。只有近距离观看才能发现 Sadler 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假动作，这是他能在巨人中随意穿梭的绝招。全场比赛 Sadler 17投7中，得到全场并列最高的23分。第2节 Bella Vista 通过 Sadler 的突破与防守反击，才勉强让比分没有被拉开。Oh, good shot. 下半场 Bella Vista 的内线巨兽 Paul Osarui 开始苏醒，他巨大的体型与出色的移动能力让他成为了2027届的全美第4。同时 Bella Vista 也祭出了联防，限制了 Link 全队的发挥。第4节，他们终于将分差追到只有2分。比赛还剩3分钟，分差再次被 Bella Vista 缩小到只有3分。这个时候，又是 Davion Thompson 这名全队最小的球员，先是用1记3分将分差拉开到6分，然后他又抢断 Sadler， 造成犯规，彻底拉开分差。随着 Miles Sadler 的3分连续偏出 ，Link 赢下了这场关键的卡位战。Yo, good game, Trent. 在 Future Game 的2场比赛之间，我与来自中国的耐高球员一起，与 NBA 全明星首发球员凯德·卡尼安见了一面。这些从中国耐高挑选出的精英球员们，从中国来到了波特兰，再到洛杉矶进行特训和比赛，也体验了各种篮球文化。就在下午，他们刚刚与 Sabrina 互动了一次。来自绵阳南山中学的杨一丽是卡尼安的忠实球迷，相信对于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圆梦的时刻。而我也有机会向卡尼安抛出了2个问题。Hey, what up, Kate? My name is Telfer. I made a documentary of you. I promise this is the best one, the most informative one. From day one, I'm a fan. But I have 2 questions for you. You ready? Yeah. The first one is, we have, back in China, we have a lot of big guys, like Yao Ming. We have like big centers, but we don't have big PG like you. But your brother, Cannon, make the decision for you, make you a pure point guard. You experience some adversity, but finally, okay, you now. So, do you have any advice for the Chinese big guy to become a guard, big guard? Yeah, well, I think first of all, it just takes hard work.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you have to really dive into it. But, you know, since I was a kid, I was, you know, always a great passer. Yeah. I love to pass the ball. Yeah. So I think that helped my transition Your to QB. point guard a lot. Yeah, playing quarterback as well. Yeah. You know, all those skills kind of help a point guard in a lot of ways. So
I already had the skill set a little bit, but then having to work to be a point guard full time, pick and roll reads and everything. It took a long time for me to get there. So a lot of reps and a lot of work. Yeah, got you. Yeah. My second question is like, your former coach Kevin Boyle said you are the CEO of the team of the Montverde. Right now you are the leader of Detroit Pistons, and he said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stats, but you don't talk too much, you don't get too hyped, you stay poised. But how to be a leader like you? I mean,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First, I think just caring about winning more than anything. I think my teammates respect that. They know I want to win. They know I play to win every day. So, they have to play to win with me. And then I care about my teammates. I love the fact that basketball is a team sport, and there's 4 of the guys that it takes to get the job done. So just finding ways to connect with my teammates and finding ways to make their job easier is something that I've always tried to do, and I think my teammates appreciate that. Got you. Thank you for advice. Yeah, I appreciate it. Me too. Yes, sir. 采访结束，我赶紧回到了比赛。Future Game 的第2场比赛在亚利桑那州的 Campus 与德州的 Face Family 之间展开。来自亚利桑那的 Campus 是 EYBL Glass 诞生初期的元老。2023年，本赛季鹈鹕队的新秀 Jeremiah Fairs 杰里迈尔·菲尔斯选择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学来到了这里。这个故事在之前弗拉格的球员故事中也有记载。Campus 也是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支球队。2024年11月，我在拉斯维加斯现场观看的第一场 EYBL Classic 的比赛，就是 Campus 对阵 Brewster 的比赛。当时球队中还有日后爆火的芬兰小将 Mika Murning。在 Mika 选择离开美高，回到欧洲的职业联赛之后，这个赛季 Campus 的核心毫无疑问是前 NBA 球员 Eddie House 的双胞胎儿子 Caden House 和 Caleb House。Caden House 有着充满爆发力的第一步和飘逸的跳投。身为一名双能卫 ，Caden House 这个赛季可以以接近50%的命中率得到16.2分，而 Caleb House 则更像是一个接球投手。在2025年夏天的 Peach Jam 中，他是全美第一 Tyron Stokes 的队友，也有过一些亮眼的表现。在 Campus 对面，在这个赛季刚刚加入 EYBL Scholastic 的 Face Family 是上个赛季德州4A 级别的州冠军。他们有着非常年轻的阵容，球队内外线的核心球员2028届全美第12的内线 Xavier Young 与4星级后卫 Josiah Rose 只有高2。于是 Future Game 第2场比赛开场就成为了更加老练的 Campus 与 Caden House 表演的舞台。Caden 先是一记快攻扣篮，又连续中投得手 ，Campus 开场就打出一波7-0，而第一节 Caden House 就得到11分。但是在第2节 Campus 的4星级后卫 Quincy Watley 受伤离场之后，比赛的形势开始慢慢发生变化。Face Family 的高2组合开始进入状态。2028届的4星级后卫 Josiah Rose 绰号 JoJo， 虽然只有高2，却已经在 EYBL Classic 中进入得分榜前10。随着JoJo连续投中3分，其中包括一颗在 Caden House 头上打成了3+1。半场结束，两队打成了平手。下半场开场 ，Face Family 甚至率先得分，他们全场第一次取得了领先。到这里，局势已经被他们完全逆转。面对危急的局势，第2节没有进球的 Caden House 开始冲击篮下，打破僵局。然后 Campus 也选择让他们的年轻力量 DeMarcus Henry 接管比赛。高3的 DeMarcus Henry 来自一个橄榄球世家，他的父亲 Chris Henry 是前 NFL 辛辛那提猛虎队的球员，而比他大1岁的哥哥 Chris Henry Jr. 是一名5星级外接手。下个赛季 Chris Henry Jr. 会加盟橄榄球名校 OSU 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父亲和哥哥不同 ，DeMarcus 选择了篮球。在过去的1年 ，DeMarcus Henry 的全美排名上升了50名，直接冲到2027届全美第12，成为一名5星级高中生。第3节，他一个人独得9分，靠着他的单打得分 ，Campus 再次取得领先。第4节，比赛的强度再次升级，在无法通过跳投随意得分之后，看起来瘦弱的 Caden House 并没有沉迷于投篮。当 Face Family 开始出现失误 ，Caden House 通过反击连续杀向篮下。比赛还剩不到2分钟 ，Campus 的领先已经来到了10分。而比赛似乎已经失去了悬念，但就在这个时候 ，Campus 却犯下了所有能犯的错误。他们连续3个犯规，给了对方轻易追分的机会。头号得分手 Caden House 5犯离场，而面对对方的战术犯规，他没2罚不中。最后8秒 ，Josiah Rose 的罚球让 Face Family 在不到90秒的时间打出一波10-0，也让比赛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Got you
Let's see。可就在大家以为要加时的时候，最后0.8秒 ，DeMarcus Terry 造成 Face Family 推人犯规，他的罚球帮助 Campus 绝杀了比赛。Miss it. Yeah. You made it. 在赛季第一场比赛经历了一场惨败之后 ，Campus 豪取12连胜，而本场比赛12投7中得到23分的 Caden House 拿下 MVP， 坎尼安亲手将 MVP 奖杯颁发给了 Caden。赛后，我叫住了拿下 MVP 的 Caden。We have Chinese player coming up watching you play. So, if they want to be like you, I wouldn't say they should want to be like me. I would say they should want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themselves, because it's easy to compare, but just being where your feet are and staying in the gym every day, I think you can get to where you want to go. So. Man, I do documentary and interview with NBA players. Next time I interview you, you are the NBA player. Yes, sir. Yes, sir. Deal, Thank you so man. much. Deal. Thank you so much. 在拍摄比赛的时候，我在场边遇到了正在工作的 Nick in the Cut。NBA 球员麦凯恩著名的高中纪录片《Believe》就是出自他手。Yo, where's Nick at? Back there in the cut. Yes, sir. Yeah, man. So, what's the secret? Can you share one single secret of your documentary? I think the biggest secret with documentaries is connecting with the player and being not necessarily being friends with them first, but maybe bonding with them and knowing when to film and building a real connection. And maybe if there's no real connection, maybe it's not wise to film them, and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hat you have a connection with. But I would also say it's built over time, so don't give up if it's not right away. 出来的时候又看到这辆小车 Warning Label 科比3 Pro Tro。今晚 Caden House 穿着这一双鞋救赎了，所以好的球鞋就是要好的球员来背书。你看他竞赛的表现，你就会觉得这鞋也帅，人帅鞋也帅。Crenshaw High School 的全明星周末在演唱会中结束，但是我的周末还没有结束。第二天，我再一次回到了 Crenshaw 高中。在昨晚的演唱会之后，全明星周末在 Crenshaw 高中举办的活动已经全部结束，校园中的联名店铺也正在被拆除。但是在球馆之中，还有一个名为 Mamba League Camp 曼巴联盟的训练营。虽然这里的比赛看起来就像是孩子们的游戏，可我却在场边看到了这位充满激情的球迷。转。我现在弄清楚了，这两个人，这个短袖大叔支持的是白队，黑色的是支持黑队啊。他们俩一会儿能不能打起来？能不能打起来？哦，啊，一个乐了，一个不乐了，嘻嘻不嘻嘻。Hey, bro, I love your passion. And always support. I always have to. I'm a diehard basketball fan. Played basketball growing up, man. Yeah. I love basketball. That's my. Yeah, man. Like my son. Your son is there? Yeah, my son. Which one is your son?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My son's number 3 on the black squad. Number 3. Yeah. I'm gonna put you and your son in my documentary this time, man. Appreciate that. Appreciate What's your name, bro? I'm Daniel. My name is Daniel. Daniel. What's your son's name? My son's name is Adonis Jackson. Udonis? Adonis Jackson. Adonis Jackson. Now it's in my mind. Okay. I'm gonna check him out when he gets into high school, when he gets to the NCAA, Yeah. and maybe NBA. Yes. Hey, I'll be there, and I I'm make the whole way. I make a reservation. When your son becomes an NBA player, I'm gonna interview him. And you're gonna be the first one to get the interview. Yeah. I appreciate you. You're gonna man. help me, man. Thank you. 训练营结束，为了看张博元比赛，急着要离开的我，突然被叫住。Still want to run away? Man, you're making me in trouble. There's 2 Warning Label Pro Tro 3s out in the world. One of them is what we've all seen.
The other one, if you guys were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eagle-eyed in that post where Jalen Brunson was getting dressed in the locker room, you saw one was what we've all seen with that blue finish, and one that had a little bit more of a golden finish to it. That is a not-for-sale promo that Jalen Brunson has. One of the future game players last night had on. Obviously, the family has, and now just you guys have. 这双给我的惊喜，正是昨天比赛 Caden House 所穿着的那双 Kobe 3 Low Pro 球。在我拿到鞋子的时候，这个不市售的 Promo 特别版本，只有正牌代言人杰伦布伦森与 Caden House 才拥有。没有想到我也能拥有一双。I have to speak Chinese to my audience. 急速开箱。这双鞋就是昨天 Caden House 拿到 Future Game MVP 穿的球鞋。Caden House 是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位美高球员。2024年11月，我在拉斯维加斯的球馆中偶遇了 Caden， 见证他战胜 Brewster Academy 拿到比赛的 MVP。在过去的1年中，我一直关注着他。我知道他因为身体没有继续长高，经历了排名的下滑。在 ESPN 的榜单中 ，Caden House 从全美的第15名掉到了全美第53名。但是时隔1年，当我们再次见面，我又一次重新见证他的比赛中大放异彩，再次拿下 MVP。2024年11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拍摄 vlog 和比赛。没有想到，短短的16个月内，这已经是我第5次篮球之旅了。每一次旅途，我都会见到很多年轻球员，也会与之前遇到的球员重逢。这是我第4次见到 Trent Perry， 第2次见到 Brandon McCoy， 第2次见到 Caden House， 第2次见到 Jersey Robinson。而这次的全明星周末，让我有机会与他们重逢。当初刚刚上高3的他们，如今已经迎来了高中的最后1个月。下个赛季，他们都会前往大学，开启新的旅程。也许未来，我与 Daniel 和他的儿子 Adonis 也真的还会再见面。这条路并不容易，我见证了太多鲜血、汗水和泪水，失意、挫折和伤病。有的朋友在见了一次之后，就失去了消息和音讯，再也查无此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继续打球。但是我还是会努力记住每一段旅程中的每一个名字，不论是中国球员还是美国球员。也许当我们下一次相遇的时候，你就是那位 NBA 全明星。同时，这次全明星周末也让我有机会与谭哥、马野哥这些因为创作视频而认识的创作者们重逢。在潮水退去之后，这绝对不是一个有关篮球与篮球鞋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去做自己内心喜欢、真正想做的内容异常艰难。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时常感到挣扎。但是这也让还在这个行业中认真坚守的每一个人显得异常珍贵。如果不是创作视频，我永远不会有机会认识你们；如果不是选择用心创作每个视频，我也永远不会有机会赢得你们的尊重。致每一位真正的创作者与每一位观众，你们也是真正的全明星。这里是 Telfair Peace。